大家好，今天第141期的无论如何，我们探讨的题目是马来西亚榴莲果园劳动力的成本。这里探讨的和果园日常管理和劳动有关的隐形成本、其他营养、肥料、农药、植保的成本，由于和各家的用料质量和水平有关，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。《围城》是中国作家钱钟书很有名的一部长篇小说，里面很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婚姻是一座围城，城外的人想进去，城里的人想出来，其实也非常符合当下马来西亚榴莲种植产业。直至2025年上半年结束，马来西亚榴莲果园在市场上流转所表现的景象，很多的园主因为持续投入亏损想放手，也有不少的买家观望市场潜力巨大而摩拳擦掌，基本上呈现一种两极化的态势在发展。我们使用网络的统计和实际调查了柔佛州和森美兰州的3个园主，探讨劳动成本中的生活开支和行政支出，实际比较网络的数据和访谈数据的差异，访问对象的所在地也能代表榴莲的主要产地，其中生活成本比较高的森美兰州也较具有代表性。探讨的是劳工的实际工资。2025年2月份起，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水平为1700令吉，约为人民币2800元或400美元。此外，雇主还支付的有加班费、烟酒补贴、食宿、节庆红包、工伤医疗、交通工具补贴等。我们把收集到的反馈都罗列了出来比较。不同园主对劳工有不同的掌控能力。简单的总结是，大基地的果园较偏向公司化管理，很多劳工的工作内容和义务都有明确；小园主则相对弱势，也能说相对人性化管理，特别是针对树木进行修剪这回事。大基地在薪资里的工作内容就包含了修剪，但是在小园子，劳工会跟园主进行谈判，比如说要爬树修剪有较高风险，所以有另外收费的情况产生，由此也产生了市场上的修剪果树的收费标准。值得一提的实际场景是，劳工往往也会向园主提出要求，代为采购一些生活用品，在金额不大的情况下，园主会忽略不向劳工收取费用，但积少成多，这都是生活成本日积月累的原因。整体的生活支出水平还隐藏费用在内，不完全的统计，平均一个劳工的年支出中位数在3万令吉左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最右边访问的园主走的是公司化的管理，部分的支出没法反映在其实际从果园支付的成本，而最左边网络的统计数字 4.4 万令吉的数字也拉高了平均值，所以以中位数3万元最能符合大部分情况。这个部分是针对外籍劳工所要支付的行政支出，从中介费、签证、准证、医疗、保险、顾问费等，这些支出都是针对合法合规的外籍劳工所产生的费用。当然，对于这些田间劳动力的需求，大马是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，在外劳市场短缺的情况下，这些行政支出成本是每年增加的，也造就非法的外劳在市场上待价而沽，进一步推高劳动力的成本。在合法合规的聘请劳工的情况下，行政支出介于2300到5300令吉。所以我们看，在大马果园的平均外劳的成本水平，前面提到的中位数3万令吉的生活成本，加上法规上面的行政支出平均3800令吉的支出，合计我们以每年3.5万令吉计算，换算成每个月每人可高达2900令吉的劳动成本。我们这里举了一个案例说明，假设现有一块10英亩的果园，约4.05公顷，有10年以上的老树，且都为名贵的品种猫山王等，销售方式以零售或者是批发给果商。我们也把它的平均产量、种植密度还有总产量做了一个估算，按这样的毛利率，劳动力成本占比是多少？这个图显示的是榴莲销售的价格，按每公斤30到40令吉的批发价，10英亩果园使用不同的外劳人数来管理的话，劳动力占了总收益的百分比。平均来说，人均管理的英亩数为5英亩2公顷，也就是熟练工人能照顾到200到250棵成年树的施肥、打药和除草等基础工作。我们这边用了3个不同的情景，最左边是当果园的产量低且果价低的时候，如果分别使用2、3、4个劳工的话，占了它总收益的百分比分别为 4.6%、7% 和 9.3%。当果园处于中等水平的收成，果价也处于中等水平价位的，整个占比就会相对的降低。这个时候，即便雇佣4个劳工的话，劳动力占总收益的占比最高只有 8%。当果园处在最右边丰产和果价高的情况，
果园的打理，不管是用2个人、3个人还是4个人，都能控制在7%以下。当然，这个是在理论上很理想的情况下所带来的效益。下面我们继续按实际常发生的情况做推演。当榴莲果实的价格产生大幅度的下降时，我们以这个 C 果的价格是20块钱1公斤，B 果25块，A 果在30块钱左右设定，并按照果园产出 A 果、B 果、C 果的比例分别为15%、25%和跟60%时，劳动力占整体收益的占比就有不同的局面。这时候，当我们使用2个、3个跟4个劳动力的时候，比例开始上升到10%以上。这个图继续假设，当遇上极端的情况，整个果园减产50%的时，劳动力的占比就可能高达20%以上。这也是为什么小园主对果价十分的敏感，因为劳动力的稀缺和昂贵，能促使占比高到40%以上，压缩了其他物料的投入成本，进入一个果品差、果价差，投入继续减少的死循环。这里我们总结榴莲园的整个收入的来源和成本来源。左边土地的取得是最大的成本，但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，因为土地的取得有可能是承租的，也有可能是跟别人共同开发的，有可能是自己家里的土地，因为取得的渠道非常的多元。这里探讨的就是小果园劳动力的情况。劳动力的维护就是占了刚刚我们看到的各个局面里面，最高可以高达24%，当然在良好管理的效益下，也能够控制在7%以下。物料的投入也不在我们今天探讨范围，依照园主的管理的技术和方案，这些投入的价格区间是非常大的。右边的是果园的收入来源，绝大多数可以说95%以上的果园都是以卖果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。当然，有的是做观光果园，或者是一开始的投资就是以转手卖掉为目标的情况，在大马都属于极少数的情况。第4个，异业结合的开发。在马来西亚过去也经历过了一些殡葬业者在做墓地或塔位销售时，是跟榴莲园或榴莲树绑定销售的，比方买一个单位的墓地送多少棵树，并提供长期代管服务。也有房地产开发商跟榴莲果园做挂钩的，也就是以果园作为号召力。最新的一些模式是以稳定币为投资标的，绑定榴莲果树。简言之，因为房地产业者和金融业者看上榴莲果园的高成长性，才设计各种投资模式来活化原有的资产和金融产品。但不管如何认定，终极目标都是要有好的果实产出，才是这些模式得以维持下去的动力。最后我们总结3点，第一个就是种植的劳动力实际上占比会比这里所提到的高很多，主要就是很多这些成本在小基地的雇主而言无法实际纳入会计支出。最常见的就是外籍劳工常常会预支薪水，又或者他们家庭常有不同程度的变故或突发状况，衍生的支出基本上都会寻求雇主的帮忙。另一方面，在劳动力里以外的支出所产生的成本，尤其是一些肥料、农药的试错的成本都计算在总成本之内。全盘考量下来，不确定因素如天气带来的减产、成本不停飙升的问题会更加的凸显，也就是为什么榴莲园不断出现易主的现象。最后一点，品种的选择还是非常关键的，这也是为什么马来西亚坚持种植优质的品种，最主要是种植一些较不高价的品种所投入的成本跟管理都是固定的，但是果价上面就会有非常大的落差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 C 果的猫山王1公斤能出厂价格20令吉以上，无名品种的 A 级果1公斤还不到5令吉。种植高价值的品种在马来西亚为王道，这也是当今世界榴莲格局里大马和泰国、越南不属于同一个竞争层次的原因。今天的报告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见。